大家好，这里是澳洲来信。几年过去了，再说李克强，我想说他运气我运。李克强走得太早了，这句话很简单，但他击中了很多人。68岁，对一个普通人来说都算早，更别说他曾经做到国务院总理的位置。很多人其实未必真的在追怀一个完美政治家，大家先被触动的是一种很朴素的遗憾，人突然没了，还是在这样一个年纪，谁都会觉得可惜。但如果只把这次悼念理解成对一个逝者的怀念，那就看浅了。李克强去世之后，真正让人意外的不是鲜花有多少，而是鲜花为什么会那么多。合肥的红星路、80号院、定远的老家、郑州的广场、北京大学的校门口，短时间内都出现了自发悼念。这些地方本来只是他的出生地、成长地、工作地，按理说跟大多数普通家庭一样，时间一长记忆就会慢慢褪色。可这一次他们忽然又被重新点亮了。合肥红星路80号院最有象征意义，那里不是豪宅，不是官邸，也不是后来镀金出来的纪念地，它更像很多中国北方老城区里常见的那种大杂院、平房、楼房、旧门牌、窄巷子，混杂着年代感和生活气。李克强1955年出生在那里，后来大院拆了，房子也改了，真正和他一起生活过的邻居大多都搬走了。换句话说，按现实标准，这个地方早就不是李克强记忆的中心了。可悼念还是来了，而且来得很猛。花越堆越多，队伍越排越长，几十米不算长，几百米才是常态。很多人排着队，只为了把一束花放下，再在卡片上写一句话。那一刻，他们纪念的已经不只是李克强本人，而是他们借李克强这个名字想说却平时说不出口的话。这个现象单看表面会像一次对一位前总理的哀悼，但仔细看，它更像一种集体情绪的出口。中国人对死得太早这件事本来就容易共情，不管你认不认同一个人的能力，当一个人68岁就突然离开，很多人都会先从人的角度出发，觉得他亏了，觉得他还不该走。尤其是这种曾经站到权力高位的人，最后却以一种突然仓促的方式离开，更容易让人产生可惜的感受。这种可惜是真实的，不需要修饰，但真正把悼念推高的不只是可惜，还有移情。这两个字很关键。很多人表面上是在纪念李克强，实际上是在借李克强表达对现实的不满。不是所有人都能把这种不满直接说出来，很多人也不愿意说得太直，因为他们知道风险，也知道后果，于是悼念就成了一个相对安全又足够有穿透力的表达方式。你可以说你是在悼念一个去世的总理，但别人也能看出来你真正想说的不只是这个。现场那些悼念词很多就带着这种含义。有人写长江黄河不会倒流，改革开放不会停止，这句话当然是李克强说过的，但在今天重复它，意思已经变了。它不只是重温一句老话，而是在反问，现在是不是已经倒流了？是不是有人把原本向前走的东西硬生生拽回去了？而说这句话的人也是在把一种判断放到台面上。你可以不明说，但我知道我在纪念什么。还有人写人在做，天在看，这句话也不是简单的哀悼，而是一种很中国式的道德表达。它不靠制度语言，不靠法律语言，而靠一种更朴素的天理感。意思是，你现在做的事，不要以为没人记着，你可以掌权一时，但你不可能永远不面对后果。很多人写这句话，其实不是在跟李克强说，而是在对现实权力说。更明显的是，有些现场文字已经不是悼念，而是情绪宣泄。有的人死了，但他还活着；有的人还活着，但他早该死了。这种句子一出现，意思就非常清楚了。他已经越过了单纯的怀念，进入了政治情绪的表达。李克强只是载体，真正被说出来的是对过去10年累积的不满，对未来的不确定，对某些路线的厌倦。我一直认为，李克强这个人物本身确实没有被塑造成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强势总理。如果把改革开放以后几位总理放在一起看，赵紫阳、李鹏、朱镕基、温家宝，到李克强，每一位的时代位置都不一样。朱镕基面对的是价格双轨制，国企改革、金融风险，那是真刀
真枪地闯关。温家宝至少在早期还保留过一些政治改革的语言。到了李克强这一代，政治存在感已经明显变弱了，他更多被放在经济叙事里，外界给了他李克强经济学这样的标签。但在实际政治中，他的空间是受限的，说的直白一点，他并不是一个特别强势、特别有个人号召力的总理。可偏偏就是这样一个不算强势的人，去世后却引发了这么大规模的自发悼念。这就说明大家悼念的重点早就不只是他个人能力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10年很多人的生活感受变了，经济下行，房地产疲软，年轻人就业压力大，民营企业信心弱，疫情3年留下的心理后坐力还没完全消化。过去很多人以为日子再难，至少还能慢慢往前走。可这几年很多人的感觉是，生活不只是慢了，而是卡住了，甚至倒回去了。最难受的是，这种感受在很多场合又说不出口。宣传系统里永远是胜利、成就、信心、伟大，很少有人愿意认真讲代价，讲损失，讲普通人的疲惫，于是情绪就一直堆在下面。李克强一去世，这些情绪找到一个出口，就一起涌出来了。再往下说一层，为什么偏偏是李克强，而不是别的退下来的领导人？这里面其实有一个非常现实的心理机制。很多人对李克强的印象不一定来自他做了多少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来自他在很多关键节点上至少还保留着一点常识感。这种常识感不一定能改变大局，但他能让普通人觉得这个人说话的时候没有完全脱离日常生活。他会谈就业，谈市场，谈企业，谈民生，谈老百姓的难处。这些词听起来都不高调，可恰恰是这些词让很多人觉得他不是那种离生活太远的人。而在中国的政治传播里，很多时候最稀缺的不是宏大口号，而是这种跟普通生活还保持一点连接的语言。大家在电视上、会议上、通稿里听到太多抽象词了，什么伟大、光荣、胜利、全面、统一前进，天天都在说。可老百姓真正关心的是房贷怎么还，孩子怎么上学，工作会不会丢，生意能不能撑，明天会不会更难。当一个政治人物哪怕只是偶尔说出几句接近这些现实的话，他就会被记住。李克强就是这样被记住的。这不等于说他真的有多大的制度能力，恰恰相反，很多人正是因为看见了他的限制，才更容易产生同情。一个人被放在那个位置上，却又不断被各种结构性力量压住，最后看起来像是有职无权，像是有名无实，公众反而容易形成一种他也不容易的印象。这种印象一旦和死亡结合，就会迅速转化成情绪。人们不是在做政策评分，而是在做一种很本能的道德判断。谁看起来还在替普通人说话，谁就更容易被记住。这也是为什么悼念李克强这件事不只是知识分子、体制内人士或者老百姓中的某一类人在参与，它有一种横向穿透力。在现场你能看到老人，也能看到年轻人，你能看到本地人，也能看到外地人。有人是真正怀旧，有人是在表达愤怒，有人只是来凑一眼热闹，还有人可能根本说不清自己为什么会来。但最后大家都汇成了同一种动作，放花、写字，停一下再离开。这个动作本身就有力量。从传播学上讲，这种自发悼念和普通网络热搜不一样。热搜往往来得快，去得也快，可街头的花束是有视觉冲击的，它会持续累积。当花开始堆起来，人的心里就会发生变化。第一束花像是个人选择，10束花像是小范围共识，50束花、100束花之后，就会出现一种大家都来了的感觉。这种感觉对旁观者非常重要，它会让原本还在犹豫的人觉得自己并不孤单。这就是为什么现场会形成连锁反应。再说的直白一点，很多人平时不是没有判断，而是不知道自己的判断有没有同类。李克强去世之后，许多人第一次看到，原来自己心里那点复杂情绪不是孤零零的，原来还有别人也在同一个地方，同一种语境里做相似的事。于是1个人前来，10个人前来，100个人前来，
就会变成某种公共情绪的临时聚集。这种聚集不一定会发展成组织，但它会留下心理记忆。以后再遇到类似的节点，很多人会更敏感。还有一个现实背景不能忽略，就是这几年大家对秩序的理解已经发生变化了。过去很多人理解秩序，觉得秩序就是稳定，稳定就是好事。可这几年经历过疫情、风控、行业收缩、就业困难之后，很多人对秩序的感觉已经从保护变成了约束。这很关键，因为当秩序开始让人感觉呼吸困难时，人们就会本能地寻找一个能释放压力的出口。李克强的离世恰好提供了这样一个出口。这个出口之所以成立，还因为李克强的人设里本来就有一种温和但无力的对照。他不是那种让人天然想起强硬、压迫、斗争的人。很多普通人对他的感觉更接近一个懂经济、讲分寸、说话还算像人话的人。这就够了。在一个高度紧绷的环境里，人们往往不需要一个英雄式人物，他们需要的是一个还能让自己感觉到世界没有完全失控的面孔。而李克强至少在一些人的心里承担过这个功能。所以这次悼念里最复杂的地方就在这里，它不是单纯的政治抗议，也不是纯粹的私人哀伤，它是两者混在一起，你很难把它完全拆开。对很多人来说，花是给李克强的，心里的话是给现实的。这两个动作发生在同一时间，所以看起来像一件事，实际上是两层事。也正因为这样，现场才会那么动人，也那么危险。我还想补一句，澳洲这边的政治文化和这种情绪表达方式很不一样。在澳洲，公众当然也会因为某个政治人物去世而表达尊重，媒体也会做回顾，但很少会出现这么密集、这么带有社会情绪的街头花海。制度不同，表达方式就不同。这不是说哪边更高级，而是说一个社会里，如果公共表达空间长期被压缩，很多本来属于政治讨论的话，最后就会借着悼念、纪念、悼词、话术这种形式冒出来。李克强的悼念就是这种结构性的结果。所以我不想把这件事说成简单的民众爱戴某个总理，那太轻了。也不想把它说成大家都在反什么，那也太满了。更准确的说法是，李克强的去世撞上了一个积压很久又找不到出口的社会心理，于是悼念成了一次集体泄压。它既是送别，也是借题发挥，既是怀念，也是转述，既是对一个人的告别，也是对一个时代感受的回声。如果把这件事往后看，我觉得它会留下一个很清楚的记号。以后很多人再回头看2023年10月底那几天，不会只记得李克强去世这条新闻，他们还会记得原来在那个节点上，很多人曾经试着把自己的判断放到街头，把自己的情绪放到鲜花里，把自己的失落放到一句句悼念词里。这比单纯的新闻本身更重要，因为新闻会过去，情绪会沉淀，沉淀之后才会变成历史记忆。而历史记忆往往就是这么来的，不是从宏大叙事里直接长出来，而是从一束花、一张纸条、一句压低声音的话开始。李克强的悼念最终提醒我们的就是这一点。当一个社会里太多话不能直说的时候，悼念就会变成语言的一部分。当一个社会里太多人心里都有话的时候，死亡就会变成放大器。这才是这次事件最值得记住的地方。还有一点，我觉得也值得专门说清楚，就是这次民间反应为什么会让很多人感到熟悉，甚至有点像旧时代的影子。原因不在于时代真的回到了过去，而在于很多人的表达方式天然会回到最原始的道德语言。当制度语言太硬的时候，普通人就会退回到善恶、中间、天理、报应这些词上来，因为这些词最容易被理解，也最容易被传播。你仔细看现场那些句子，其实就很少出现特别专业的政治术语，没有人真正在那里写财政政策路径需要纠偏，也没有人会写制度约束与决策责任之间存在结构性张力。大家写的都是很直白的话，这些话看上去不学术，可是传播力极强。这背后还有一个现实，就是很多人已经对复杂解释失去耐心了。
过去10年，很多人听过太多解释，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那样做，为什么要忍一忍，为什么要再等等，为什么局面会好起来。但生活并没有按解释里说的方向变好，于是大家对复杂说辞的信任越来越低，对简单判断的依赖反而越来越高。这也是为什么一句人在做天在看，在这种场合比任何长篇大论都有效，因为它不需要证明自己，它只需要说出一种共同感受。如果从城市空间看，这件事也很有意思。红星路80号院并不是一个天然适合纪念的宏大场所，它很普通，甚至有点旧，有点窄，有点杂乱。可正因为它普通，才更容易让人代入。一个高高在上的纪念碑未必能打动很多人，一个带着生活很卖的院子却可以，因为那里面有窗子，有楼梯，有墙面，有邻里关系，也有时间留下来的旧味道。人不是只对权力做出反应，人也会对空间做出反应。一个地方如果能把人的记忆和情绪同时叫醒，它就不仅仅是地名，而变成了一个情绪触发器。从这个角度讲，李克强的悼念现场其实也是一个在解释中国社会的现场。你看得到秩序，看到分流，看到劝离，看到管控，也看到自发。真情、委屈、压抑、反弹，这些东西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同时存在的。这很像今天很多中国人的日常感受，一边觉得生活越来越要靠自己扛，一边又觉得公共表达越来越窄，一边知道风险，一边又忍不住想说，一边在现实里低头，一边在情绪里抬头。李克强的去世把这种矛盾在一瞬间照亮了，所以我最后还是想回到最初那句话，李克强走得太早了，但真正让这么多人站出来的不只是他走得早，而是他这一走刚好把很多人心里那条线给扯出来了。有人扯出的是怀念，有人扯出的是不满，有人扯出的是愤怒，有人扯出的是对未来的恐惧，还有人扯出的是一种很难说清楚但又很真实的失落感。这些东西平时都压着，李克强一走，他们就露出来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这件事不会只是一条新闻，它会像一个切口，留在很多人的记忆里。以后再提到那几天，人们想起的不会只是一个总理的死讯，而是那一排排花，那些长长的队，那些被放到花边上的纸条，那些压低声音说出来的话，这些才是真正会留下来的东西。而一个社会的真实温度，也往往不是看他平时说的有多响，而是看他在某个时刻究竟把什么放到了街头。所以李克强之所以会被这样悼念，不是因为他生前被当成完美偶像，而是因为他的去世刚好给了很多人一个借口。这个借口可以让人把悲伤说出来，把不满说出来，把委屈说出来，也把对现状的判断说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悼念现场看上去是在送别一个人，实际上是在给一种集体情绪找落点。还有一点，很多人会把李克强去世和周恩来、胡耀邦的去世放在一起比较，这种比较不是毫无道理，因为在中国政治文化里，某些政治人物的离世确实容易变成社会情绪的放大器。周恩来去世后出现四五运动，胡耀邦去世后引发更大规模的社会风波，这些都说明，当一个人物本身带有强烈象征意义时，他的死亡就不只是死亡，而可能成为一个节点。这个节点，平时沉着的东西会突然被掀起来。不过，今天的环境和过去已经不同了，现在的社会控制比很多人想象的更细，也更密。合肥现场出现蓝衣服的城管、蓝马甲，看起来像志愿者，实际上是在做秩序维护、分流、劝离，甚至是把卖花的人往外赶。目的很清楚，就是不要让人聚集得太集中，不要让情绪在同一地点持续发酵。体制内的人也收到通知，不许线上线下参加悼念。这不是简单的别捣乱，而是一个完整的风险控制链条，从现场管理到单位通知，到网络舆情，再到地方维稳，每一层都在提前降温。我理解这种做法，因为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70年代，也不是89年。网格化管理、数字化监控、单位化约束、舆论屏蔽，这些东西叠在一起，确实让大规模街头动员的难度高很多。而且
疫情3年虽然让很多人受了很大的苦，但那种社会总动员式的压抑和愤怒，和文革末期、89时期的历史背景还是不一样。今天的人更分散、更疲惫，也更现实。很多人不是不愤怒，而是已经被生活磨钝了。所以我不认为这次悼念会自然演变成一场类似历史上的大规模社会运动，它更像一股情绪潮水，来得猛，退得也会快，但它留下的痕迹不会轻易消失。关于李克强是不是被害死的阴谋论，我的看法很直接，我不认为成立。第一，从政治动机上看，没有必要，李克强已经退休，而且在任时本来就处于明显受限的位置。如果一个人在权力结构里已经退场，没有形成现实威胁，那再去对他下手，收益很低，风险很高。这种事如果真要发生，通常也会有更强的政治逻辑支撑。可就我看到的情况，并没有足够证据支持这个方向。第二，从医学逻辑上看，更接近溺水叠加心梗的意外。有些医生朋友提到过人工肺，这意味着抢救过程不只是心脏问题，还涉及肺功能损伤，这让我更倾向于认为他是在游泳等场景里突发心梗，进而出现溺水，随后引发更复杂的抢救。如果只是单纯心梗，在医疗条件较好的情况下，抢救成功率并非完全没有可能。可一旦叠加了溺水，情况就会急转直下。在这样的组合下，悲剧就更符合意外，而不是阴谋。我不觉得把一切都往阴谋论上推是一个负责任的判断。当然，大家之所以容易往阴谋论上想，我也能理解，因为今天很多人对官方叙事已经天然不信了。只要发生一个重大事件，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不是还有没说出来的东西？这种不信任不是凭空来的，它是长期积累出来的。但不信任不等于任何猜测都成立，尤其是涉及一个具体死亡事件，还是要尽量回到可核实的事实和基本逻辑。最后还要回答一个问题，这次悼念会不会像周恩来、胡耀邦那样，最终演变成更大的社会事件？我认为不太可能，不是因为民众没有情绪，而是因为今天的控制能力太强了，社会结构也变了。现场能看到很多花可以摆，但文字会被拿走，摊位会被分流，现场会被巡查，单位会发通知，网络会降热度。很多人心里有话，但不一定有组织化表达的条件。再加上今天的民众普遍更谨慎、更分散，更不愿意把自己推到风险前面，所以这次悼念更像一次情绪集中爆发，而不是一场政治运动的起点。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重要，恰恰相反，它很重要，因为它说明在一个越来越讲控制、越来越讲秩序、越来越讲统一叙事的环境里，人心并没有消失，人们只是平时不说，一旦遇到一个合适的节点，情绪还是会找到出口。李克强去世成了这个出口，而这个出口背后真正让人看见的是很多普通人对过去几年生活处境的判断，对权力方向的判断，对未来的不安。所以今天回头看这场悼念，最值得注意的不是花有多少，而是花为什么会那么多，也不是李克强生前到底是不是一个完美政治人物，而是他去世后为什么能让那么多人把心里话说出来。这才是这件事的核心。李克强已经不在了，但围绕他的悼念还在告诉我们一件事，人们不只是悼念一个人，也在借一个人，悼念自己曾经相信过，后来又失望过的那条路。这里是澳洲来信，谢谢观看，欢迎点赞、订阅、评论，咱们